人活在世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是它永远不会缺席。你们干着这种昧着良心的事儿，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在2个月前，你的老婆早上5点半起床，给你们全家人做饭，厨房煤气泄漏导致发生爆炸，你的老婆全身70%面积的烧伤，面部全部毁容，紧急送往医院之后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，因为爆炸的位置离手臂特别近，只能做截肢。如果截肢，你的老婆当时是怀孕的，如果截肢，这孩子就保不住命，懂不懂？如果不截肢，大人和孩子这个命都保不住。你们俩听到这种情况，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，给医院交了2万块钱之后，医院的面从此再也没露。医生没有办法，只能给你的丈母娘，只能给人家的母亲打电话。母亲把自己，你他妈什么也解决，我现在都想跟他离婚了，都长得也逼样，回来他妈恶心我妈。你说这个逼样，说这话是不是人话？我这话干嘛？要不要脸？还得伺候他，连床都起不来。妈的，我赶紧给我离婚，赶紧滚！你不用那副嘴脸，我告诉你，人家现在这样是因为什么？人家因为给你们全家做饭造成的，因为你不换阀门造成的，懂吗？你说骗人的，你说快花钱，完你不用在这儿强词夺理，懂不懂？你们婚前，你的妻子婚前有20万的存款，可就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之内，你把这个存款，你知道密码，你转到你的名下了，有这样干的吗？我们家钱，你说了算，你说是你们家就是你们家的。我告诉你，人是你们家的，但是人是婚前财产，懂吗？还有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一共58万块钱，58万结合正常来说的情况下，应该是平均分配。正常离婚的情况下啊，因为你现在你的老婆在医院躺着就是这种情况，你们这种行为再加上你们这种行为，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平分，58万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其中有40万必须要归你的妻子。操你妈！还他妈要干嘛？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所有的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等这些收益，都属于负担能力的另一方，应当给予适当帮助。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，懂吗？我他妈不认那个，你认不认没关系，懂不懂？我今天跟你说，不是为了让你认，你听清楚了，我是告诉你，今天来的诉求其实很简单，要么离婚分割财产，要么你到医院把医疗费用给人出了。听懂没有？做梦！这是你的责任。婚也不离，钱我也给不了，我就他妈拖着他。怎么着？他他妈找回抓死媳妇，不要脸！我也拖着他，能把他拖死。等他死了，我他妈再说。你不要往前凑！我告诉你，你听清楚了，法律没有这样的空子让你可钻。根据我国刑法第261条相关规定，夫妻之间是负有相互抚养义务的。对于患病或者其他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，负有相互抚养义务而拒不抚养的，情节严重，可以判处你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这叫遗弃罪，你知道吧？你可以当成我吓唬你。你有钱给你不能治，你就治，不能治，你就让他去死，你个死老太太！那接下来，既然你们这个态度这么顽固、冥顽不灵，那咱们就只能打电话报警。你看看来了之后，警察能不能把你带走就完了？你不觉得你有理吗？别问我钱，我给你。